我们看电视剧，尤其是我记得我以前看一个电视剧是 Angelababy 主演的，她为了就是买一个奢侈品牌的鞋子呢，她每一天就是啃面包，啃了好几个月，把自己的工资省下来。我今天想要在这一个视频里面跟各位分享一个拥有奢侈品包包的方法。嗨，大家好，我是贾斯汀。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价值投资。其实我主要想做这一个系列呢，是想让大家能够在平时买一些生活的用品之上呢，能够用价值思维去思考的一个方式。那今天第一期的视频，我就想说关于奢侈品包包。那么很多的女生其实对买奢侈品包包都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感情吧。那我们男生时常呢都会觉得你们女生买包包都是很浪费钱，但是你不会啊。但是今天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让大家理解，如果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说的话，为什么你们女生应该要投资一个奢侈品包包？奢侈品包包都是他害的。那今天我会用一个非常有名的包包，就是香奈儿的经典款叫做 Classic Flat 的包包，来作为一个主要参考的比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可以用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方法，拥有你想要喜欢的一个奢侈品包包。所以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女人应该要让老公看。那首先很真诚的从我们男生的角度来去说关于这个奢侈品包包的东西。其实它的很多的一些奢侈品包包都是由我自己去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研究 research 这类东西去，然后在最后呢让他去做了一些决定。很多的男生其实在可能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女朋友，当他们看中一个包包的时候，当他们跟你说的时候，都是采取回避的一个态度吧，我相信。又或者是说，我可能会努力的挣钱攒钱，然后去买给自己心爱的女生一个他们喜欢的包包。女生不管怎么样都会需要一两个包包在手上的。应该说女人这一生总得要花钱。对，这个是跑不了的一个话题嘛。所以女生到最后，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买一个奢侈品包包会比买一个普通牌子的包包好呢？那第一就是普通的包包呢，他们的那个耐用度跟那个品质质量其实是跟奢侈品品牌是完全不同的层次的。所以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有Coach、Michael Kors、Fila， 还有什么？我好像这么熟悉。就是 Oraton 这些牌子吧。那比方说，如果一个女生买了一个 Michael Kors 包包来说的话，她可能用上几年呢，那个包的损坏程度就会非常的显著了，因为那个包包的质量没有那么高，可能过几年呢用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再买一个新的包包了。那个 Michael Kors 包包呢，如果当那个女生想要拿到去二手市场上去卖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如果你是买了一个香奈儿包包来说的话，尤其是他们家的经典款，那么你可能用下了香奈儿包包用了几年之后呢，那个包包还是非常的新的那种感觉，特别的耐用。而如果当时候你想要把这个包包拿去这个二手市场卖的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就是它们的保值能力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个包包可能到时候你想要卖出去，也是能够卖到一个好的价钱。也不是说我们是真的想卖。对。但就是觉得保值就心里也爽爽的。对，从男生的角度，这一个是叫做资产。最近呢，全球的疫情都非常的严重，但是我就读到了一个消息，奢侈品牌公司呢，他们竟敢在这么困难的时期呢，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些包包经典款式的这些价格往上调涨15%。这些奢侈品牌的门店都还是有很多的人排队要去购买这些奢侈品包包的，所以我自己呢就走痒，我就往网站那边搜一搜，现在当年我买的这个经典款到底是零售价多少钱？那我在这个网站是在这个 chanelprice.com， 大家也可以去往这一个网站那边大概去搜一下，就你们如果喜欢这个香奈儿包包，它的价格是多少？现在这个款式的香奈儿这个 Classic Flat 中号的包包是欧币6050块钱。我们当年2014年的时候买的时候是3550块钱。还会计价。它更有理由买。
就其实大家女生可能都听过的啦，就买这种名牌包包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投资，但具体这个投资的这个回报的力度多大呢？可能你们真的没有去了解一下。那可能男生呢也完全就觉得这个女生说买包是一项投资，觉得是一个无稽之谈，根本就觉得是他们给你自己要买一个包包的一个借口。但其实今天我就想在这边跟大家说，其实买包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大家不是都喜欢投资黄金吗？大家都觉得买黄金是一个保值的一个投资，或者是有一些人也喜欢把钱投资在股市。那他做了这个对比，从2003年到2014年呢，这个香奈儿包包它的价格涨幅呢是比黄金的价格涨得还要高，比美国标普500这个指数的涨幅还要高。早知道买都金币大手，把所有的资产砸下去。更重要的，其实买这个包包，你用这个包包，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都会在用这个包的时候有一份优越感，对吧？会不会啊？就不是说要炫耀，还是出去给朋友炫耀这样的意思，但是就会自己感觉良好。这个感觉应该难以形容，直到你真的很是悲伤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说啊，买这个奢侈品是很肤浅的一个表现，但其实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吧。谚语也有一句说的嘛，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就那个30而立，他靠这个现在30而立。我没怎么看，我只看小片段在油管。对，他为了又混进那个富太太朋友圈，他拿着香奈儿的包，香奈儿我已经觉得蛮高档了耶，但是他不被那个朋友圈接受，我不知道就是现实还是怎么样，但是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副模样，那也没办法的，就是只能接受。当然也不是说顾家去买那个爱马仕包包是为了炫耀，他其实只是为了能融入进去那个圈子，而对他的生意啊，还是对他的职业的成长上比较有帮助。其中有一个太太，他们家的业务能帮我们解决公司的危机。我拿这个包，就是希望它能成为我的入场券。在这个社会上打拼，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活法，但所以呢，在这个视频如果有人不赞同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只是想说的就是，欢迎留言，没有不赞同也可以。可以。如果谁是认同这个想法的呢？那我今天想要在这一个视频里面跟各位女生们或者是男士们分享一个你可以怎么样的去拥有一个奢侈品包包的方法。这样子就比较实际一点，对，比较实际一点。教人家怎么买。第一个就是，当然你是如果有充足的现金，你可以去怎么样的操作买这个包包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回到这个2014年，就如果在2014年的时候你是想要买这个香奈儿包包，如果你手上有大概1万块钱的欧元的话，你可以就花了3550块钱去买了这个香奈儿包包，然后大概还剩大概6450块钱的欧元在手上。那你可以把这个6450块呢投资在其中一个奢侈品品牌的上市公司。大家其实知不知道这个众多的这些奢侈品品牌，他们都是有一个公司的，他们都在他们各国的一些股市那边呢有上市的。那我就以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公司叫做 LVMH 来说的话，那如果你在2015年的时候呢，你把6450块投资在这个 LVMH 的股价那边，当年呢这个 LVMH 的股价呢是150块欧元，那来到了2020年的这个 LVMH 的股价呢已经涨到了405块钱，就是说你的总回报率是大概2.5倍。所以我为大家算了一个账，你当初投的这个6450块的，来到了今天是会有17200块钱的。那扣除了你这个6400块钱呢，其实你还挣了11000块钱欧元。那今天呢，你买的那个香奈儿包包呢，又涨到了6000块钱欧元。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那有些人可能这个时候会说啊，我手上根本没有1万块钱欧元去做这个投资嘛，所以我在这边也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想法，就是哪怕就是我们跟银行做一个个人贷款的方式来购买这个香奈儿包包的话，对，但是用这刚才同样的操作方式，那我刚才算了，你要跟银行借大概1万块欧元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澳币是大概16000块钱。那我是根据澳大利亚银行的这个个人贷款利率来算的，
所以可能每一个国家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同小异的。这个环境差不多，就大同小异的吧。就他们是每一年12%的这个利率来算你的个人贷款。那我大概算过了，其实你跟这个银行做一个5年的个人贷款来说的话，总共要付给银行的这个利息是大概5000块钱澳币。但是如果你用同样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大家不是挣了11000块欧元嘛，澳币是16000，扣除了还摊在这个贷款利率，你还是手上多了澳币是1万块钱的现金，然后包也买下来了。我也是会附上一些奢侈品品牌有上市公司来供大家去参考。但是先声明，就是投资有风险，所以大家也是要去做自己的好好的调查。我不能够说保证的，我只能够以过去5年的这个历史来去让大家去看看。那如果你是这2个方式都不操作的话，那你很可能就是说连续5年存那个钱，你还追不上这个奢侈品包包它涨价的这个速度。那你就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这个香奈儿包包呢，或者是说这些奢侈品包包呢，它们的涨价是不会停止的。你存钱的速度是永远追不上它涨价的速度。我感觉就感觉买房子这样。所以呢，如果你们女生如果觉得我刚才所提议的一个方案是对你们来说有效的话，那你们都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们的另外一半，知道让他们也看一看这个道理。我亲爱的男生，让他们生日礼物。对呀。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想法还有什么一些别的看法的话，也欢迎在这个留言箱里面给我们知道。如果大家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价值投资者，那记得在这个影片上点一个赞，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以后也会做更多相关有趣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一起看。我昨天呢还在这个网上呢收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片啊，图片里面就说其实花钱呢你不用怕钱不见，这个钱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去陪伴。